每年到了新一代手机、新电脑和新耳机发布的时候，网络上到处都在说，哎呀，这次升级太香了，建议你立马换起来。可大部分人都没有想过，换了新手机之后，日常使用的软件还是那几个，打开短视频的速度没有快到哪里去，拍的照片呢依旧需要美颜修图。电子产品每年都有新品，每个牌子又因为竞争大，都在试图做得更好和更新。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需求其实一直都没有变？除非你真的是数码爱好者，对此很感兴趣，也对此有番研究，不然我敢说80%的人都是一年到头在玩手机、刷短视频、聊微信和点外卖。除了在网上会买几个廉价手机壳在不停更换以外，使用体验上真的有质的飞跃吗？如果你已经习惯了每年换新手机、新电子设备，那我建议你停下来思考，这些消费是否真的有必要。品牌从来不希望你只用一台手机、一个平板和一个耳机用得太久，他们很希望你每年都换新，越换越贵，花的钱也越来越多。现在手机没有个$2000左右都下不来。最常见的套路呢，就是各种技术升级的宣传，每次新品发布都说处理器速度更快，相机更强，续航更好。可我们在日常使用时，打开软件的速度几乎没有区别，拍照的效果呢也并没有肉眼可见的差距，甚至拍出来的效果比上一代还要差。所以说很多升级根本不影响我们正常使用，有些功能纯属是卖个噱头。比如苹果手机的灵动岛设计，刚出来的时候人人都在吹捧，结果用了1年后发现也不过如此。所谓的新功能不过是让你有一个理由去花更多的钱而已。另外，品牌还会利用新旧产品的性能去对比，去制造心理落差，让你觉得我的手机电池续航怎么没有那么持久了，相机的像素也比不过上一代。当你走进苹果店，每台展示机都能让你直接对比不同设备，它们的高清屏幕、流畅画面和明亮的色彩对比，所有细节都在暗示你手上的手机该换了。仔细看一下，现在的新机发布会已经越来越难拿出真正的创新，每年的升级就像是在挤牙膏，为了强调升级幅度，会用一个3-4年前的旧款来对比。尽管新功能有多厉害，如果你都不好好保护手机，再快的手机都会被你用得一卡一卡的。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功能升级套路，就是把原本在普通机型上的功能移除，只留在更高端的型号里，被迫花钱去升级，而真正性能提升全部被锁在更贵的Pro 和 Pro Max 版本里面。听到这里，你还没明白吗？尽管你将手机升级到了新一代，但它真正的功能你还是无法体验到所以呢，这不就是摆明了告诉你，想要体验这些功能必须选择最贵的型号。发现了吗？普通版的基础功能都被削弱了，而更贵的型号才会有更完整的体验。这样的操作看似是给你选择，实际上是在让你被动接受越来越贵的产品。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已经变成了一种消费模式，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习惯了每年换新机，不是因为设备真的不能用了，而是因为商家、广告商和拿了免费新机做宣传的网络博主，让你觉得不换不行将新功能说得多厉害，你必须要用上。让我们拆开来看，很多功能升级只是套路，甚至可以说科技公司现在真正卖的已经不是单个产品了，而是整个它的生态系统，将你锁死在里面，完全离不开它。比如现在很多人买电子设备已经不仅仅是单纯买一部手机或者是一台平板，而是直接入坑它的整个生态系统。如果你用苹果手机就想要配一台苹果电脑，又觉得自己需要买一部 iPad 来搭配 Apple Pencil 方便记笔记，买了 iPad 之后呢，又觉得 AirPod 能无线连接很方便。一开始呢，你只是想换个手机，最后却花了几万块钱买下来整个生态系统。而这些设备之间的联动体验看似是带来了便利，但本质上呢，就是品牌给你提供一个舒适区，让你觉得离开它就失去效率。那安卓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比如三星的 Galaxy 生态、华为和小米的全家桶，每个品牌都在努力将你绑在他们的生态系统里。那电子产品真正的高频消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于社交平台科技博主的推波助澜。现在随便打开一个科技频道，满屏都是叉叉叉手机上手体验，叉叉叉手机值得买吗？叉叉叉设备的隐藏新功能。每次新品发布呢，开箱测评的内容就铺天盖地，告
告诉你新的产品比旧的好多少，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区别，也会被无限的放大。说白了，这些开箱测评内容就是一场大型的广告。所以我想借此视频呼吁一下，如果你有经济能力能全款买下，那我替你高兴。如果你收入每个月除开吃喝拉撒后都存不下钱，或者还在依靠父母的年轻人们，请不要分期贷款来买新设备。以前买电子产品，大家都会存下一笔钱后再去全款买下。再说了，早几年前的电子产品也没有现在的那么贵。现在买手机呢，简直太容易了。比如有信用卡分期、先买后付的选项，还有各类电商平台的分期免息，只要你点一下分期付款，瞬间就变成了每月只要99。这下数字一显示，让你认为好像买一台手机也没有那么贵嘛。现在的消费模式已经变成了你不需要有钱也能提前拥有，反正我分期付款毫无压力，买了再慢慢还就行了嘛。至于后续的经济负担，那都是下个月再考虑的事情啦。所以现在电子消费真的变了吗？是的，它变得更容易了，但也变得更难停下来。正因为有分期付款这样的选项出现后，有部分人会选择去透支自己未来的存款去消费。有时候换新电子产品并不是一件坏事，毕竟科技确实在进步，设备呢也确实有它的寿命。像有些人用的手机已经5、6年了，电池消耗极快，软件卡顿，储存空间不足，这种情况下呢，换新设备当然是合理的。但是不排除有些人特别爱惜，或者是特别省钱，用个5、6、7、8年，仍然觉得没必要换。我现在相信，有时候你想不想买一件物品，就看你自己的心态。你认为手机太老了，玩不动了，那一定会去找借口去换。除此之外，有些职业本身呢也是依赖电子产品，他们需要更高性能的设备来提高工作效率。我呢，平时在生活里喜欢观察别人都在做些什么，就发现90%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刷手机、聊微信、打视频。现在还延伸到了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看一些无脑的小短剧。平时的生活里，我们都只会在滑手机。那换个角度来想，手机里的其他功能难道不是在变相的大打折扣吗？你用苹果13和苹果16刷视频聊天，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像很多人心血来潮买了最新款的 iPad Pro， 结果买回来发现自己用它的方式和几年前用的根本没有区别，依旧还是用它来看剧和放歌。常常在网上看到别人买了平板后，信誓旦旦地说我要把它当做生产力工具，结果买回去第1周还在研究 GoodNote 和 Notion 怎么使用，结果第2周就变成了用来看剧。当初你是因为看了测评里各种生产力的场景被种草，然而现在它只能沦落为压泡面的工具，这是连品牌方都不敢想象的场景。如果你的设备真的跟不上使用需求，那该换就换，没什么好犹豫。可如果你的设备还能用，手上的存款刚好又没有多少，那最好停下来思考一下，是网络给你制造出来的需求，还是你真的需要换？真正的升级呢，不是每年换新，而是你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买的每一个物品都能物尽其用。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如果喜欢，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喽，拜拜。